家好啊，我是吉吉阿姨。今天我想和你们说一个关于诚实与勇气的故事——木偶奇遇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诚实和勇气是什么吗？让吉吉阿姨先说一个关于小木偶的故事，你们就明白诚实和勇气的意义了。从前有一位老爷爷，他有一头像玉米糊一样的黄头发，人们都叫他老玉米糊爷爷。老玉米糊爷爷很穷，但他的木工活做得不错。他给自己做了漂亮的床和柜子，日子过得很舒服。可是一个人过久了，他有时候会感到特别孤独。樱桃爷爷知道这件事以后，送给老玉米糊爷爷一块木头。这是块会哭会笑的木头，你用它做一个木偶，不就有人陪你了吗？老玉米糊爷爷非常高兴，拿起木头就刻了起来。他刚刻出耳朵，那耳朵就一扇一扇的动了；刚刻出眼睛，那眼睛就咕噜噜的转了，简直太神奇啦！不一会儿，木偶就做好了。他瞪大了眼睛，边笑边叫，又蹦又跳，真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。不过他的鼻子好像做得长了一点，但老玉米糊爷爷可不在乎这个。他对这个木偶越看就越喜欢，还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皮诺曹。皮诺曹刚学会走路，就蹦蹦跳跳地溜出了家门。老玉米糊爷爷赶紧追了出去，街上的人们好奇极了，都围上来看热闹。老玉米糊爷爷终于追上了皮诺曹，要带他回家。贪玩的皮诺曹大哭起来。警察听到吵闹声跑了过来，他以为有人在闹事呢。皮诺曹趁机撒谎，说老玉米糊爷爷对他很不好，他不想回家。警察相信了皮诺曹的谎话，觉得应该惩罚老玉米糊爷爷，就把他关进了监牢。老玉米糊爷爷在监狱里待了一整天才被放出来，可皮诺曹根本没想过要认错。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上学了，觉得上学应该很好玩，于是就嚷嚷了起来：爷爷，我也要去上学！老玉米糊爷爷很高兴，他以为皮诺曹变乖了，但上学得花钱买课本啊。老玉米糊爷爷想了想，决定把身上穿的大衣卖掉。课本买回来了，老玉米糊爷爷却被冻得浑身发抖。第二天，皮诺曹抱着新课本走在上学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好听的苗声，原来是镇上的戏院要表演木偶戏啦。皮诺曹马上把上学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，高高兴兴地进戏院看戏去了。戏院里的木偶看到皮诺曹都非常开心，他们把皮诺曹抱到台上，又唱又跳，观众们看得高兴极了。戏院的老板给皮诺曹5个金币作为表演的报酬，让他给老玉米糊爷爷买件暖和的衣服。回家的路上，皮诺曹遇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。这2个坏家伙假装和皮诺曹做朋友，其实是想抢走他的金币。半路上，他们原形毕露，把皮诺曹浑身上下翻了个遍，想得到金币。
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匹诺曹把金币藏在了鞋子里。他们搜不出金币，就恼羞成怒地把匹诺曹吊在一棵大树上。匹诺曹想，要是爷爷在这就好了。可是老玉米糊爷爷并不在这里，只有北风呜呜地刮着。第二天清晨，一个美丽的仙女发现了吊在树上的匹诺曹，她赶紧把他救了下来。仙女问匹诺曹为什么吊在树上，他委屈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。那金币现在在哪呢？仙女又问。丢了。匹诺曹习惯性地说了谎，其实金币还在他的鞋子里呢。话音刚落，他那本来就长的鼻子又长了2指长。在哪丢的？就在这树林子里。说了第二句谎话，匹诺曹的鼻子变得更长了。原来这位姑娘是位仙女，她说长鼻子是对匹诺曹说谎的惩罚。匹诺曹哭着说自己知道错了，于是仙女拍拍手，招来了许多啄木鸟。啄木鸟在仙女的指挥下，把匹诺曹的长鼻子啄短了。匹诺曹擦干眼泪，向仙女道谢，然后恳求道：好仙女，你能把我变成真正的孩子吗？我不想做木偶了。仙女笑着说：只要你回到爷爷身边，做一个勤劳、诚实的乖孩子，你的愿望就能实现。匹诺曹听了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匹诺曹快乐地往家跑。这时，一只大鸽子从他头顶飞过。你看见一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？老玉米糊爷爷在找他。鸽子问匹诺曹。匹诺曹回答道：我就是啊，我正要回家见爷爷呢。鸽子落在地面上，说：老玉米糊爷爷造了一只小船，要划船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你呢。快到我背上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匹诺曹赶紧爬到鸽子的背上。鸽子张开宽大的翅膀，没过多久就飞到了海边。匹诺曹一眼就看到海上有条小船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，船上还有一团显眼的黄头发。是爷爷！匹诺曹叫了起来。老玉米糊爷爷好像认出了匹诺曹，他抬起头，想对匹诺曹挥挥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可怕的大浪朝小船打了过去。大浪过去以后，老玉米糊爷爷不见了，只剩下小船还在海面上飘啊飘。匹诺曹急坏了，扑通一声，他从鸽子背上跳进了海里。蓝色大海里有许多漂亮的水草和小鱼，但匹诺曹第一次忘记了玩耍。现在他只想找到爷爷。匹诺曹游得累了，就靠在一块大礁石上休息。没想到礁石的另一边趴着一个怪物，他的嘴张得老大，牙齿又多又尖。匹诺曹吓坏了，他连忙向前游去，但怪物已经发现了他。原来这个可怕的怪物是条巨大的鲨鱼，它张大了嘴，就像吞鸡蛋似的，
把可怜的匹诺曹吞进了肚子里。在鲨鱼黑黑的肚子里，匹诺曹突然看见远处有火光，火光里还有一个拿着蜡烛的身影。是爷爷！匹诺曹高兴地向老玉米糊爷爷跑去，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。爷爷，我们赶快从这里逃出去吧！匹诺曹说。老玉米糊爷爷激动得快哭了，他拉起匹诺曹朝鲨鱼的嘴巴走去。他们趁鲨鱼打哈欠时逃了出来。匹诺曹背着老玉米糊爷爷向岸边游去。老玉米糊爷爷看着满天的小星星，觉得幸福极了。天亮的时候，他们终于上了岸，回到了家。又累又饿的老玉米糊爷爷病倒了。为了买药和吃的，匹诺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邻居干活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就用干树枝蘸水在地上练习写字。老玉米糊爷爷慢慢的好了起来。他让匹诺曹用攒下的钱买件新衣服。匹诺曹非常开心，可是去商店的路上，他却把钱送给了一只快要饿死的蜗牛。大家知道后都说，匹诺曹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乖孩子。这天晚上，匹诺曹睡得特别香，还梦到了仙女。仙女微笑着说：好样的，匹诺曹，以后继续做个好孩子吧，你会幸福的。仙女的话刚说完，匹诺曹就醒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坐了起来，发现老玉米糊爷爷正激动地看着他呢。原来匹诺曹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孩子。他和老玉米糊爷爷一样，长了一头柔软的黄头发。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，匹诺曹的黄头发显得格外漂亮。匹诺曹一路的成长历程，经历了许多冒险和挑战。爷爷展现了对匹诺曹的无私关爱和支持。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匹诺曹，并始终鼓励和支持他实现梦想。匹诺曹最终通过诚实、勇气和责任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小朋友们，吉吉阿姨也希望你们能学会诚实和勇敢，快乐的成长哦。